营从初体验到入门进阶该怎么玩？看完这条视频呢，可以让想尝试露营的朋友少走一些弯路。视频的最后呢，我还会把不同阶段需要准备的装备清单贴出来，记得截图哦。首先是露营初体验，如果你对露营感兴趣，但是又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坚持玩下去，那你就可以从最简单的公园野餐开始，或者是选择有专业人员进行维护的露营场地。这样花费虽然会更高一点，但是可以不用购买装备就可以轻轻松松享受露营啦。只需要预留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好了。下午阳光温度都适宜，而且有夕阳的时候拍照尤其好看。场地呢，就可以选择城市周边有草坪的公园，或者在社交平台上看一下当地有没有专业的露营场地，这些都非常的适合。花费大概就是100到1000元左右的样子，这里面是包含了食物和场地租赁的费用。如果去近一点的公园呢，基本上徒步或者坐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到达。那去远一点的专业露营场地就需要自己开车了。需要准备的装备也是相当简单，你可以买一块这种野餐垫，它可以铺在草坪上吃东西，还可以准备一块这种防潮垫，或者是一个简易的帐篷。其实它们拿起来都还蛮小的，直接丢在车上就可以走了，我觉得都很方便。或者就直接租赁场地的露营设施。其次是入门玩家，当你决定要一整天逃离城市，亲近大自然，尝试开启真正的户外露营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准备入坑啦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至少要准备一整天的假期，才会有充足的时间往返比较远的地方。选择地方就有很多啦，比如说城市周边的森林公园啦、水库旁边啦，还有自然湖泊、河流旁边，还包括山间小溪，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花费主要就是出自购置装备的费用，还有要准备好足够的食材。基本上去这些地方呢，你就只能自驾了，但是他们的路都很好走，所以开普通的家用车就够了。但是你要保证后备箱有足够的空间放东西哦。作为入门级玩家，我们需要准备的基础装备就更多了。首先就需要一个天幕，天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因为它大部分场景都适用。比如说你可以拿来遮风挡雨，还可以遮头上掉下来的一些意外的东西，这个在山里你们都懂的。还需要准备一个这种折叠的桌椅，我们这个桌子呢是可以调节升降的高度的，是非常实用的，打开而且非常的大，所以上面可以放很多东西。接下来就需要有2个椅子，我们买的这种是月亮椅，它拿起来会比较轻便一点，无论是打开还是收纳都非常方便。你看拿起来只有这么小小的一个，所以随时都可以把它带出门。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烹饪系统，我们有3个，非常轻便，只有这么小小的一个。首先就是一个超级实用的这个烧烤支架，我们买的是小号的，就是那天我们在家里做烧烤的那个架子，它展开其实也挺大的了，所以可以放柴呀或者木炭之类的，随时都可以拿取。然后它还有个小小包装起来。然后下面呢，记得一定要垫一个这样子的防火布，它打开来也是很大的，因为在野外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火星溅到草地上会破坏草地，所以一定要有这个防火布。它好像才几10块钱吧，非常的便宜，而且非常的实用。在这下面呢，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这种三脚架，它是可以整个撑在上面，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焚火台。然后这个三脚架撑在上面之后呢，就可以挂一个吊锅，我们就可以煮泡面呀、烧火锅呀，或者是煮一些汤之类的东西。所以这3个加起来呢，就是一套非常简单的烹饪工具了。关键是它们都很轻便。接下来呢，就是非常重要的照明系统了。其实我们买了各种各样的灯，都非常的实用。比如说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用的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造型，又是这种墨绿色的。是个马灯的造型，它也是可以调节黄光和白光的。平时我就把它直接放到桌上拍照，非常的出片。还有一个像是这种有点像烛台的感觉，看到没？这个也是非常有氛围的，然后它上面这个罩子是可以拿下来的，盖上去之后呢，它就可以把这个光反光到桌面上了，会比较靠下一点。然后接着就是这个也超级的实用，因为它上面这个灯是可以把它取下来的，取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是一个小小的，它这个上面是有个钩子，你可以把它直接勾在身上，所以晚上出去上厕所就觉得特别方便。关键是这个续航能力超级久，好像可以用1个晚上的样子，然后还可以把它挂在我们那个帐篷里面，它又很小，然后又不占地方，而且又很轻。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个这种灯架，这种灯架呢也是折叠的，它其实撑开之后还挺长的，这个你就可以把随便插在任何的地方，这个也是非常实用。所以有了这一套灯的系统之后呢，整个露营的氛围就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接下来就是工具类了，你需要准备一个轻便型的营地锤，但是因为我们考虑要多功能嘛，所以我们买了一把斧头。这个斧头的后面是可以作为锤子来用的，前面就可以砍柴，所以这个也很实用。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比较重一点。还有这个防护手套，其实它在野外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。我买的这个是全牛皮的，它摸起来会比较厚一点，有时候你搬东西啊，或者在捡柴的时候手是很容易受伤的。戴上手套之后就可以防止你的手指受伤。我还特地买了3副，我跟郭先生1人1副，有1副是留给朋友来玩的
是有用的。虽然我们的装备都比较轻便，但依然需要箱子来收纳它们，所以我们就买了各种型号这种收纳箱，有大中小3个，都是 PP 材质的，很轻便也很结实。在户外呢，还可以临时作为桌椅板凳来用。另外这个蓝色的是我的保温箱，因为我每次出门都喜欢带很多的食物，很多都是冰的嘛。像我上次去露营就带了个很大的冰西瓜，前一天放进去，第2天还是冰的，可见它的保温效果有多好。再就是进阶玩家，我们至少要准备2天以上假期，可以去到更远一点的地方，就有机会尝试体验户外过夜了。露营地除了入门玩家会选择的城市周边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去到一些未经开发的野外营地，尽量选择扎在地势比较高、比较平坦开阔的区域，原则是安全第一啊。露营难度增加，那需要购置的装备就更多，需要准备的食物也就更多，花费也就更大了。时间充足的情况下，我们可能就会去到更远未被开发的地方，意味着路况更为复杂，受天气骤变影响的可能性就会更大。我们就需要准备一台底盘比较高的4驱 SUV， 或者是一台硬派越野车就更适合了。对于进阶玩家来说，除了基础的东西之外，我们还需要性能更强一点的装备。首先你就得有一个更大更结实的帐篷，因为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天气状况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，我们就需要既能够防风又能防雨的帐篷，而且晚上还有一些物资需要搬进帐篷，那我就特地挑了一个充气帐篷，它搭起来的颜值真的很好看，而且非常大，住起来很舒服。只是它收纳起来之后稍微有一点点重，有40斤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自充气床垫，它这个就不需要很费劲的去充气，很方便，很厚实，而且睡起来特别舒服啊。另外我们买了轻便的和羽绒的2款睡袋，分别应对不同的季节，因为在野外过夜昼夜温差真的非常的大，保障自己身体的温度非常重要。接下来就是必备的营地拖车，我们是新买了一个轮子更大更宽的，这样在沙地啊石子路上拖起来会更省力，而且它上面还搭配了一个小桌板，又可以充当一个临时桌子了。这个野外求生的小刀和斧头也非常的重要，看过荒野求生节目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它们有多好用的。你看这把小刀，它既可以切食物也可以削东西，下面还可以作为一把小锤子来用。再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马甲了，口袋大且多，工具都可以装在身上，干活的时候就再也不怕找不到东西了。而且它很轻薄，套在任何一件衣服上都很搭哦。如果出去1-2天，那完整炊具是必不可少的。像我这个套装呢，它还特地配了一个专门的收纳袋，就特别方便，所有的锅碗瓢盆啊、气罐气炉都可以装进去，看起来就特别的规整。在户外没有清洁水源情况下呢，有这样一个储水桶，就可以解决2个人2天生活用水的基本需求了。移动电源对于离不开电子设备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像手机啊、电脑啊、拍摄设备、音响等等都非常的依赖它，甚至于拿它来煮个饭、烧个水、煮个火锅都没有问题哦。最后呢，就是更大更结实、颜值还更高的铝合金收纳箱，除了这些特别大的放不进去之外呢，其他小件基本上都可以收纳进去，拍照还非常出片。平时你还可以放到车子后备箱作为储物箱来用，非常实用还特别的帅，所以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入手几个这个箱子哦。总的来说，露营只有0次和 N 次的区别，准备好装备享受假期吧，小吗？